回忆林深记得，母亲过世前抓着他的手腕，指甲几乎掐进他的皮肉里。后山的林子永远不要进去。他的声音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，浑浊的眼睛里映着病房惨白的灯光。林深那年12岁，被母亲的样子吓坏了，拼命点头。母亲松了手，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重担，隔天凌晨就停止了呼吸。后来父亲告诉他，母亲年轻时有段时间总往山里跑，说是听见有人在唱歌。再后来他就不提了，只是一再告诫家里所有人不要进后山那片林子。没有人当真，除了林深自己。母亲下葬那天，林深站在墓园里，隐约听见风里夹着什么声音，很轻很远，像有人在山谷里哼一首不成调的曲子。他想起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。15年后，林深因为老家房产的继承问题不得不回去一趟。父亲在婚后就搬去了城里，老屋空置多年，院子里的荒草长到了膝盖。他花了一天时间收拾，傍晚坐在廊下抽烟。后山的老林子就静静横在院墙外，暮色里那些树黑黢黢的，像是用剪刀从天空裁下来的一片阴影。他听见了，不是风，是一段旋律从林子的深处传过来，若有若无。林深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因为他认得这段旋律，母亲生前常哼的同一首摇篮曲，没有歌词，只是简单的调子。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要过去，但他的脚已经踏进草丛了。林子比他想象的还要深，手电筒的光柱扫过粗粝的树干，地面上铺着厚厚的腐叶，踩上去悄无声息。那歌声越来越清晰，像有人站在不远处专门唱给他听。林深喊了一声，谁在那里？声音被浓密的树冠吞掉了，连回音都没有。然后他看见了那面墙，不是墙，是无数面镜子镶嵌在树干之间，大的有人那么高，小的只有巴掌大，有的嵌在树洞里，有的挂在低垂的枝条上。手电筒光扫过去，每一面镜子里都映出他自己的脸，但不是同一个他。有的镜子里他在笑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张着嘴像是在喊什么，有的脸是烂的，有的眼睛的位置只有2个黑洞。他猛地转身，四面八方都是镜子，都是他自己的脸。那些镜中的他慢慢靠近镜面，像是要从另一面钻出来。歌声停了，然后所有的镜子同时开口说话，用的不是他的声音，是母亲的声音。深儿，进来，进来陪妈妈，妈妈好冷，一个人好害怕。林深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做出了最后的判断，这不是母亲，母亲已经死了15年。母亲活着的时候绝对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，她不会说自己害怕，她这辈子最怕的事情就是失去她。她没有跑，没有叫，没有让任何情绪占据主导。她伸出手，将手电筒的光笔直的对准前方，然后一步一步往后退，每一步都踩在自己来时的脚印上，直到第一面镜子从他视野里消失，然后是第2面、第3面，直到他终于感觉到风重新吹在脸上。他退出了林子。第2天一早，他就去找了村长老李。老李听了他的描述，手上的烟杆抖了一下。那面墙还在。老李的脸白得像纸。你妈年轻时也见过，她是唯一一个走进去还走出来的人。她进去了，在里面待了一整夜，第2天从林子另一边出来的，浑身湿透，像是从水里捞上来的。她跟我说，她在里面看见了一面镜子墙，镜子里全是她自己。后来她疯了似的拉着全村人把那面墙砸了，镜子碎了一地。林深想起昨晚看到的那些完整的镜子，后背一阵发凉。他砸了，它们又长出来了。老李把烟杆放下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你知道那面墙最开始是谁发现的吗？你外婆。她进去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。村里人去找过，
只在林子深处找到一面镜子，镜面上有一道很长的裂纹，像是有人从另一面用力过。林深没有回老屋，他直接开车走了。后视镜里老家的轮廓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蜿蜒的山路后面。车上收音机里放着吵杂的音乐，他把音量拧到最大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在那所有的声音底下还藏着一句若有若无的话，很轻很远，像从镜子的另一面传过来。深儿，快跑！这句话是他母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不是遗言，而是在他12岁那年某天放学后，母亲突然从厨房冲出来，紧紧抱住他，在他耳边急促地说的。说完他愣住了，像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这句话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天母亲第一次走进了后山那片林子。此刻收音机的吵杂声忽然顿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半秒钟。林深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僵住了，因为就在那短暂的停顿里，他清清楚楚地听见深儿，他们来找你了。声音不是从收音机传出来的，是从他的后视镜里。他慢慢抬眼，后视镜里映着后座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自己的脸。但那张脸在对他笑，嘴唇没有动，声音却清清楚楚地响在他脑子里。跑什么？你不是来找我的吗？林深猛踩刹车，轮胎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尖叫，车子歪歪扭扭地停在路边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炸出来。后视镜里的那张脸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是他自己的脸，苍白惊恐，嘴唇在发抖。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，慢慢伸出手去碰到后视镜的镜面，镜面是凉的，冰凉的，像是深冬里结了霜的玻璃。他的指尖碰到镜面的那一刻，一股强烈的寒意从指尖窜上手臂，直接钻进骨头里。他想把手缩回来，但镜面像是有了吸力，牢牢地粘住了他的指腹。后视镜里他的倒影忽然眨了眨眼，他没有眨眼。林深发出一声不像自己的尖叫，猛地一拳砸碎了后视镜，玻璃碎片落下来，在驾驶座上弹了几下，有几片上沾着血。他的手在流血，但那股寒意终于消失了。他重新发动车子，一路没有停歇。开回城里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，他把车停进地下车库，熄火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然后他推开车门，准备上楼。电梯里的镜子映出他的样子，灰头土脸的，嘴角还有前额的血迹。他不记得自己嘴角什么时候破了。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一会儿，确认对方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，才稍微放松一下。电梯到了，他走出去，走廊的声控灯亮了，照出空荡荡的楼道。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，插进锁孔，扭了半圈，然后他听见身后有人哼了一小段旋律，是那首摇篮曲。他没有转身，他慢慢的一节一节的把钥匙拧到底，推开门，走进去，关上门，反锁。整个过程他的眼睛一直闭着。那天晚上他没有开灯，把家里所有的镜子翻了过去，面对着墙壁。他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听着窗外城市夜晚永远不会停歇的噪音。他想在这些声音里找一个安全的空隙，一个证明自己是清醒的、正常的，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空隙。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嘴唇在动。他并没有打算哼任何曲子，但他的嘴唇正在以一种不属于他的节奏微微开合，从喉咙深处挤出一段他自己从未学过的旋律，就是那首摇篮曲。而他的嘴巴唱着唱着，慢慢弯起一个弧度，一个不属于他的12岁那年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弧度。林深猛地捂住自己的嘴，但那段旋律没有停歇。他从指缝间露出来，在黑暗的房间里回荡，像是有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